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故事肯定会让你想笑又想哭，觉得有点讽刺又特别真实。林志炫，那个在华语歌坛几乎是唱功神话的男人，最近在歌手2025里面参加了比赛，他怎么了？进不去前5，居然还被淘汰了。可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错，之后节目组发起了返场歌手投票，林志炫一席居然以第1票回归了。本来一切看似顺利，可是网络上面的评论让他忍无可忍，有人竟然说他唱功唱得没感情，这可是林志炫，他的歌声可是无数人心目当中难以超越的经典，他怎么回应的呢？咱们慢慢揭开真相。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，林志炫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可不低，已经在歌坛摔爬滚打40年，他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，经历了无数次起起伏伏，却始终坚守在自己在音乐路上面。作为一个老牌的实力派歌手，他的每一首歌都有他独特的韵味和魅力，尤其是那些旋律悠扬、歌词深情的作品，简直是很多人心头之好。然而这一次参加歌手2025本该是一次突破自我的机会，却因为一次被淘汰的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质疑。难道网络上面的声音真能左右一位歌手的表现吗？接下来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。林志炫参赛的时候选择了彭佳慧的歌曲《太难唱了》来唱。为什么选这首歌？林志炫自己说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新颖，难度也很高，而歌词更是他心中一直埋藏的情感。那些年他在舞台上面隐藏的挣扎和无奈，为演绎这首歌，林志炫用了大量的心血。他说自己为了每一个字、每一句歌词都唱得最完美，曾经失眠，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旋律和唱歌的技巧，甚至研究共鸣腔体和发声的技巧，力求做到自然流畅，但依旧保持丰富的情感层次。他自己也说，想把歌唱得看似不费力，可就是因为这样，他却被某些网友批评没感情。问题来了，难道唱得轻松流畅就代表没有感情吗？每一位歌手都有面对这样的困惑，到底什么才是有感情？要多用力、多激动才能证明有感情吗？有些人说林志炫唱得太完美，所以没有情感。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是让情感在歌声当中自然的流淌，而不需要大喊大叫来证明？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争议？是因为它本身具备的挑战性，还是因为现在的评论的标准变得太单一了？这里咱们可以看看近几年来其他一些歌唱比赛当中类似的现象。记得前几季的中国好声音吗？很多的选手被评价唱得太好，反而没感情，最后一度成为热门话题。是的，歌手们在歌唱的时候追求的是技巧和情感的平衡，但如果歌声太流畅，反倒可能被误解为没有情感投入。这个标准究竟该如何定义呢？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这种唱功和感情的关系呢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咱们不妨想一想，曾经那些被誉为音乐巨匠的歌手，他们唱歌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？有些人高亢激昂，情感外露，而另外一些人却是低沉细腻，声音当中带着无限的温柔。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更有感情呢？是激烈的情绪爆发，还是细腻的情感积累？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分析，就会发现真正的感情不在于外放的声嘶力竭，而是通过声音的层次跟变化，把内心的真实情感传递给听众。林志炫用的是技巧，但不代表没有情感，反而更能够体现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深层次的情感积累和沉淀。更有趣的是，咱们再从全球的范围内来看，其他国家的歌手在面对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的。比如欧美的一些歌手，他们以精湛的技巧和丰富的情感著称，但也常常遭遇这一种唱得太好反而没有情感的批评。这种争议不只是局限在华语区，而在全球的范围内也是一种现象。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从这些歌手的经历当中吸取一些经验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感情的定义呢？说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了？好了，
我们也不能光是讲这么多理论，咱们也转向更轻松的部分。其实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到，唱歌这件事也像做菜。你看厨师要做好一道菜，不仅要选材讲究，火候也掌握的要好，做得好大家夸，哇，这真太好吃了。但是你觉得这个厨师做菜一定是喊着我是大厨吗？不一定，他的手艺就是他的招牌。同理，林志炫的歌声不就是他的招牌吗？但是做得太好，反而让人觉得有些过于完美，甚至怀疑里面没有感情，是不是有点过犹不及了？好了，真相慢慢揭开。林志炫的心声其实很简单，他发文回击那些批评者，直言：我不求得到你们的认可，我只想唱得舒畅，唱得真诚。他已经走过了40年的歌坛历程，曾经有过低谷，但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。如今网络评论越来越多，观众的审美观念也在变化，结果票数和名次变得愈加不可预测。对他来说，名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否在舞台上面留下更多的作品，传递自己的音乐理念。但是最后他说了，我只想唱得爽，至于喜不喜欢是你的自由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在追求完美的同时，别忘了保持初心。不管你做了什么，做到自己最舒服、最真诚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不必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、期待而改变自己的风格，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好的权利。歌手2025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，有些时候我们不必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，只要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做好自己就足够了。咱们不妨就用4句古诗来总结这个故事：谁言感情须呐喊，细雨柔情更深寒。名利荣华皆过眼，自得其乐是最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记得订阅跨界茶话间，阿峰祝大家平安快乐吉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，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、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